看过我上期三角进攻视频的朋友，应该已经了解了三角进攻的基本站位和几种进攻方式，但有个问题还没有聊到，这个曾经统治了90年代和00年代的古老体系，在现如今的 NBA 到底还行不行得通？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把目光拉回到2014到2015赛季，来看当时的两支球队，纽约尼克和金州勇士。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是这两支球队？因为那一年的休赛期发生了一件非常戏剧性的事情。禅师菲尔杰克逊刚刚接手尼克斯，成为球队的运营总裁。他第一时间找到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史蒂夫·科尔，想让他在尼克斯复刻公牛和湖人的辉煌。但最终，科尔没有选择跟随恩师前往纽约，而是接受了金州勇士队的邀请，执教了那支刚冒头的勇士队。无奈之下，禅师只能找来另一位昔日弟子德里克·费舍尔，在纽约硬生生地推行三角进攻。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那一年勇士用极致的三分和速度夺得了年度总冠军，而尼克斯却用三角进攻打出了队史最差之一的战绩。那么到底是三角进攻已经不适合现代篮球了，还是说真正的问题根本不在三角进攻本身呢？三角进攻究竟应该被完整的执行，还是应该被现代篮球重新解读？这期视频我们就从纽约尼克和金州勇士的对比出发，一起来寻找答案。2014年3月，禅师菲尔杰克逊出任纽约尼克队总裁，并在休赛期聘请了熟悉三角进攻的德里克·费舍尔担任主教练，决定将这一招牌战术引入球队。尽管禅师菲尔杰克逊靠着三角进攻在 NBA 获得了巨大成功，带领公牛队和湖人队合计拿到11个总冠军，但他想在纽约尼克成功复制这一战术却极为艰难。为什么艰难？艰难在三角进攻要求球员得有阅读进攻和全面的传球、跑动、投篮能力。更重要的是，三角进攻最忌讳的是球员持球太多，而纽约尼克队过去几个赛季都是倚仗安东尼等人的球星单打战术，这必然要求球员过多的持球。这也就意味着，在禅师入主尼克队管理层后，尼克队的核心阵容需要适应和过去截然不同的一种进攻战术，其艰难程度可见一斑。而且三角进攻战术本身与当时联盟流行的快节奏、挡拆以及三分球潮流脱节，导致进攻效率低下，快攻得分和内线得分都排在联盟的倒数第一。尼克在该赛季仅取得17胜65负的惨淡战绩。尼克确实在认真的打三角进攻，传球次数变多了，跑动也多了，场均传球从282次涨到359次，联盟第二，跑动距离从倒数第一升到第8。但问题是执行结果很糟糕，他们变成了一支纯跳投球队，而且投的还不准，场均突破联盟垫底，内线出手倒数，禁区得分也是倒数第一，反而中距离投篮高居联盟第二，罚球数却倒数第一。同时场均3秒区得分只有 33.7 分，同样排名倒数第一，而这也使得球队整体进攻效率大幅下降。如 NBA 名宿巴克利所言，禅师的确应该为球队的惨淡状况背负主要责任。倒不是说禅师让球队执行三角进攻战术的想法是错的，要知道当时的尼克队有多达8名球员处在合同年，让那些处在合同年的球员去打讲究无私配合的三角进攻，可谓是难度极大。但这被禅师忽略了。对这些处在合同年的球员而言，打出豪华数据，为自己争取一份大合同才是重中之重。在这样的心态下，这些球员断然不会主动去打所谓的无私进攻，这可能也间接导致了三角进攻战术无法顺利开展。随着后续几个赛季战绩持续低迷以及更衣室矛盾加剧，菲尔杰克逊于2017年离任，尼克队也随之彻底放弃了三角进攻。安东尼在参加 JJ 雷迪克的播客节目时，谈到了禅师的三角进攻战术为何在尼克没有取得成功的原因。安东尼表示，比赛节奏在变得越来越快，
有的球员速度更快了，有的球员能跳出天花板，就好像不行，我们不能在得到一次快攻机会时慢下来打阵地。当我们有德里克·罗斯和雷蒙德·费尔顿时，我们没法打双后卫突前战术，你不能这么做。同样，当我们开始放慢比赛速度，你能看到球员们在那种情形打得并不舒服，而且我就是其中之一。安东尼补充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说完纽约的困顿，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同一时期的金州勇士。与尼克的举步维艰不同，勇士没有死板地套用那个固定的三角阵型，而是吸收了他的养分，并将其彻底融入到了小球时代的浪潮之中。在2015年总决赛期间，科尔曾这样说：只要有机会用上温特的东西，我一定不会放过。我从他身上学到太多篮球理念，在芝加哥那几年让我受益匪浅。我们现在不打三角进攻，但我们的体系有很多三角进攻的概念，我们尽可能的给队员们灌输泰克斯温特的理念。在这里不打三角进攻，可我们异曲同工。我们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勇士体系，它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放大版的三角进攻。科尔将昔日芝加哥公牛以乔丹为核心的中距离阵地战术改造成了适合水花兄弟的三分战术。融入动态三角进攻的概念后，球场内部的空间被拉得极大，吉他释放了传切配合的威力。勇士最招牌的 Split Action 显然就是公牛时期战术的现代变种，只不过当年是乔丹兜出来接球投中距离，如今变成了库里兜出来直接出手三分。在这一体系下，勇士的进攻终结方式呈现出清晰的优先级，按效率高低依次为空接篮下进攻为首选，其次为外线空位投篮，内线背身单打则作为第三选择。汤普森往三分线外跑，准备接球出手三分，而巴恩斯则往篮下空切。汤普森和巴恩斯形成交叉跑位，更好的迷惑对手。最终伊戈达拉选择把球传给机会更好的巴恩斯来完成终结。同样的情况，伊戈达拉在外线准备传球，汤普森和格林形成交叉跑位，伊戈达拉选择把球传给格林，由格林空切完成终结。格林给汤普森手里手传球后，给库里做了一个无球掩护。库里跑到三分线，发现没有很好的出手空间，选择把球传给低位的格林。格林没有选择背身单打，而是回传给跑位的汤普森。同时库里再给汤普森做无球掩护，汤普森出手完成终结。